这一讲我们继续关注巫蛊之祸。这个时候，太子刘据杀了江充，集结武装，发布消息说武帝在甘泉宫病倒了，失联了，奸臣要趁机作乱。这样一来，太子兴兵就不是造反了，而是为了保护武帝，铲除奸臣。消息传到甘泉宫，武帝看出丞相刘屈毛媚手媚脚，立即下达书面指示，要求刘屈毛平定叛乱，该抓就抓，该杀就杀，但是要用牛车做防御，尽可能避免短兵相接，紧闭城门，不要让反叛分子逃出长安城。武帝这时连具体战术都替刘屈毛设计好了，要刘屈毛尽管放手去做。即便如此，武帝还是对刘屈毛放心不下，亲自出马坐镇长安城西的建章宫，就近调兵遣将，镇压叛乱。在我们普通人的想法里，武帝只要大大方方回长安和太子见个面，好好谈谈，秦父子之间有什么话说不开呢？但武帝毕竟不是普通人，从他的应对方式来看，他已经认定太子就是搞巫蛊要害死自己的幕后元凶。事情败露之后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真刀真枪要来弄死自己了，哪还有什么父子天伦，只有你死我活而已。长安城内，刘屈毛开始直接指挥平叛工作。虽然武帝有指示说什么用牛车做防御，尽可能避免短兵相接之类的话，但真等到打起来，相打无好手，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呢？双方就在长安城内鏖战了整整5天，死者数万。长安城外有武帝在建章宫坐镇，所以刘屈毛的兵越打越多，太子刘据的兵呢，是越打越少。最后太子终于支撑不住了，逃出了长安城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武帝不是有过明令要刘屈毛紧闭城门，不要让反叛分子逃出长安城吗？以当时太子的实力，难道可以硬闯出去不成？硬闯却是闯不出去，但是当时负责守门的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能臣田仁，一个两难的局面就这样摆在了田仁面前。忠于职守的话，就必须严守城门，甚至捉拿太子。但人家只是父子之间闹矛盾，不管现在的阵仗看上去有多大，毕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，怎么办呢？田仁故意卖个破绽，由着太子出城逃走了。田仁之所以这么做，应该是从父亲田叔的成功经验传承下来的。回顾景帝时代，梁王刘武派刺客刺杀朝廷高官，这场谋反大案就是由田叔和吕季主领衔插办的。田叔、吕季主一行人办完公差，从梁国回来了，快要走到长安的时候，他们把所有案件卷宗烧个精光，空着手来向皇帝交差。道理是这么讲的：如果梁王不服诛，那么朝廷法律就是一纸空文，而如果依法办事，太后他老人家吃得消吗？陛下，您又该怎么面对太后呢？这个案子办得极其成功，显然是田叔职场履历上的一抹亮色。但是禁烟主义害死人田仁要学父亲的做法，武帝却完全不像景帝。刘屈毛得知太子出逃，当即就要斩杀田仁，但御史大夫鲍胜之拦住了他，说田仁好乃是个2000石级别的高级干部，哪能说杀就杀呢？现请示一下嘛。消息传到建章宫，武帝怒不可遏，派人质问鲍胜之，说丞相要斩田仁，那是依法办事，你凭什么擅自阻挠呢？鲍胜之惶恐不安，就这样自杀了。回顾整件事，刘屈毛要斩田仁，他确实有这个权利，但鲍胜之的说法也不算错。当年卫青北征匈奴，需要处置败军之将苏建，卫青当时说的是，自己就算有权力和权威在军中斩杀大将，但如果搁置这份权力和权威，把事情原委报告给皇帝，由皇帝亲自裁决，以此来彰显臣子不敢专权的操守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但时过境迁，现在不是北征，而是平叛，法律还是先前的法律，但武帝不是先前的心态了。
回顾鲍胜之的一生，原本以酷吏起家，堪称酷吏中的酷吏。他做的是绣役、直指、御史的职务，亲手处死过不知道多少个2000石级别的高官，威震州郡，就连江冲都应该尊称他一声前辈。但他只一昧听了卷不疑的忠告，收敛了刚强的作风，存心向着刚柔相济的方向努力，结果竟然死在了这个改变上。看看田仁死于经验主义，再看看鲍胜之死于对经验主义的背叛，到底怎么才能既把事情做好，又能明哲保身，实在是没有一定之贵。没办法，集权政体就是有这个特点。同时被杀的还有田仁的好朋友任安，当时任安统领北军，太子用符节调动任安的军队，任安接受了符节，一转身就闭门不出了。看上去任安只是兵行诡道，并没有追随太子的叛乱，而在武帝的理解里，任安这种态度属于坐观成败，等看出哪边占上风了，再去加入哪边。成语坐观成败就是这么来的。武帝有一番话说，任安呢做官做久了，人就油滑了。先前任安犯过不少死罪，自己都宽恕了他，但这一次不同，任安怀有二心，必须死。这就是说如果依法办事的话，任安早就无数次论罪当斩了。但武帝并不是个以法治国的皇帝，而是只凭喜怒来决定别人的生死。后人常说武帝外儒内法，但如果韩非可以看到这一幕，一定是痛心疾首，盲目地要和武帝撇清关系，甚至会把武帝当成反面典型。话说回来，从太子刘据兴兵叛乱的7月壬午日到朱仝的当月庚寅日，一共10天的光景，长安城内迅速恢复秩序，而武帝不敢掉以轻心，还是安排军队守卫城门，以亡太子，卷土重来。但太子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，惶惶如丧家之犬，藏身在湖县泉丘里的一户百姓家中。当官差追捕而来的时候，太子自损无望，上吊自杀了。他所突避的这家主人反而奋勇抗争，死在了官差手里。太子的2个儿子，也就是武帝的2个亲孙儿一并遇害。这一群官差当中，山阳男子张富昌踢开了被太子紧锁的房门，新安令史李寿冲上去第一个抱住太子的身体。这一场太子造反案件就这样宣告终结。武帝论功行赏，封李寿为虞侯，封张富昌为提侯。颜师古为《汉书》作注，认为李寿之所以封侯，是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冲上去解决太子。王先谦特别不以为然，说就算李寿真的想解决太子，也不过是要抓个活口立功而已。最直接的证据就是《汉书·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》，李寿明明就是因为第一个抢到了太子的尸体才被封侯的。如果采信颜师古的注释，上下文全都解释不通了。但是反方的说辞也很有力。辛德勇先生援引清代语言学家王念孙的考证，认为李寿和张富昌之所以封侯，是因为武帝已经有所感悟，认为这2个人当时都在抢着救下太子的缘故。事态发展到这一步，如果非要追究一句孰是孰非的话，如果不去考证文字，而是仅凭情理推测的话，太子刘据在当时被认为罪无可逃，死有余辜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。然后就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大清算，凡是和太子有瓜葛的，要么诛杀，要么族灭，哪怕是被太子胁迫参与叛乱的人，也不能得到宽恕，通通发配到敦煌郡去了。当然闲杂人等无关紧要，武帝指派专员没收皇后卫子夫的印玺，言下之意是你不配做皇后，你就看着办吧。卫子夫果然就看着办了，自杀。然后武帝派人将皇后胡乱埋了，将卫家人杀得干干净净。这个时候如果回看公孙敬升案，公孙贺和公孙敬升父子当然也属于卫氏一党，就算躲过了朱安氏的一劫，看来也注定躲不过江冲这一切。再看田仁和任安，这2个人原先是卫青的门客，和卫家的渊源很深。还有公孙敖，
人人都知道他是卫青的死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武帝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一切的一切只是为了做一个局，以便彻底铲除卫氏的势力，给自己真心相中的继承人扫除障碍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